伊朗那边的战火真的烧起来了，就在过去的48小时里，伊朗的局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急速升级，大批中程弹道飞弹在深夜直接划破了特拉维夫与德黑兰上空的夜色。伊朗官方更是罕见的高调宣布，如果再受到反击，他们将启动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波攻势。这不只是电视里的新闻画面，这是有人正在火烧你的钱包。根据这2天最新的军事情报显示，伊朗的飞弹基地已经全数进入最高戒备状态，甚至有消息传出，他们正在演练如何截断那条全球石油命脉，也就是霍尔木兹海来。这种紧张程度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。就在刚才，国际油价像疯了一样在跳动，那个掌控全球1/5石油供应的总开关霍尔木兹海来，现在随时可能因为一声令下就被锁死。一旦那个门关上，我们每天加的油、买的饭、付的电费都会涨到让你怀疑人生。但我今天赶住录这部影片，不是要来吓你的，我是要告诉你，就在这2天，全世界都在恐慌，大家都在逃命，甚至有人开始抛售资产躲进地堡的时候，有一群最聪明的人正盯着地图另一端的一个财富避风港在悄悄布局。今天我会把这场战争背后的金钱真相一次性讲清楚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澳洲能源股会成为这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，如果你想在大家都亏钱的时候接住这份属于你的财富，请你一定要1秒不差的看到最后。我还准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隐藏版 bonus 要在最后亲手交给你，这是我在动荡时期保命赚钱的真本事。我们不废话，直接进入这场正在发生的财富洗牌现场。你最近去加油站的时候，有没有看住计费表上疯狂跳动的数字，心里突然狠狠地揪了一下？又或者去超市买菜，发现以前1000块能买满满一篮子，现在却连袋底都铺不满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那是因为你内心的生存本能在向你发出警报。这场局势不是离你10万8千里，而是直接伸进你我口袋里抢钱的无形之手。但是请记住一句话，每一次让普通人恐慌的大危机，背后都藏着一次少数人的财富大洗牌。今天我会把这一切掰开来，揉碎了讲给你听。哪怕你从来没买过一张股票，是个彻底的投资小白，你也绝对听得懂。前几天半夜，我划住手机，看住这48小时内飞弹在夜空中划过的缩时摄影，看住那种彷佛末日降临的火光照亮整个沙漠，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政治，而是惨了，物价又要起飞了。这不是我在杞人忧天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真实发生的例子。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，我们叫他老张吧。老张是做小型物流配送的，手底下有10几台货车。上个周末我们喝咖啡，他愁眉苦脸的跟我说，现在这油价简直是在喝我的血啊！油价只要每公升涨个几块钱，他每个月的利润就直接蒸发掉好几万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涨运费，他涨运费，上游的厂商就跟住涨价，最后商品送到你家楼下便利商店的时候，那个便当的价格就硬生生贵了10几20块。你看，这就是战争的蝴蝶效应，它不是远在天边的烟火，它是我们每天要吃进肚子里的饭。为什么伊朗一有动作，全世界都要发抖？因为伊朗刚好就站在全世界石油血管最窄、最致命的一个咽喉位置，这就是政治影响带来的残酷现实。当大家都在为下个月的开销发愁，心里充满焦虑和无力感的时候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与其坐在那里抱怨物价高，不如换个脑袋思考，既然油价一定会涨，那我能不能成为赚钱的那个人？这种心理的转变非常关键，大部分的人在面对危机时，第一反应是缩减开支，这是本能，但不是致富之道。你想想，当全世界的能源供应链断裂，资金会流向哪里？它不会消失，它只会寻找更安全、更稳定的避风港。而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就是如何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找到那个最确定的赚钱机会。我们很多人每天努力工作，为了就是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，但如果你不懂得看趋势，你的努力很可能被通膨瞬间吞噬。所以接下来我会更深入地解析这背后的金钱流向，告诉你为什么澳洲这个地方会成为这场混乱中的最大赢家。那里没有战火，政局超级稳定，而且地底下埋着挖不完的能源宝藏，这是我亲身实测过，也带领身边的人避过坑的致富路径。好，我们接着讲最关键的，为什么在这种极端时刻，我特别强调你一定要把目光转向澳洲？因为就在过去这48小时内，这个世界的权力与金钱版图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断裂。当大家都在恐慌中寻找出口的时候，你必须看懂这背后的资金流向逻辑。这不仅仅是关于资源的争夺，更是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全球大竞标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手里握着一笔巨大的财富，
而你原本存放财富的那个区域，现在正处于火海之中。你的第一个直觉是什么？你肯定会不计代价的寻找一个离战火最远、法律最严明，而且手里握有全球硬通货的地方躲进去。现在的国际资金就像受惊的鸟群，他们正在拼命飞离那些随时可能被切断供应的震央，而澳洲就是那个在地图另一端安安静静且保全严密的避风港。这种现象在投资学里叫做国际替代效应。当传统的能源供应链因为地缘博弈而彻底瘫痪时，全世界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输入的工业大国，像是日本、韩国甚至欧洲的龙头企业，他们现在心里其实比你更慌，他们的工厂不能停工，人民的生活不能崩溃，所以他们现在根本不在乎那1-2块钱的价差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绝对不会因为战争而断供的合作伙伴。澳洲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天然的屏障，它远离中东那种复杂的纠纷，政局稳定程度在全球排名前列。更重要的是，澳洲的地底下埋着的天然气、煤炭和油矿，那是全世界在动荡时期最渴望的保命符。这套逻辑是我实实在在经历过也赚过这笔钱的。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全球局势大乱，我身边很多朋友看住满屏的红字，焦虑到吃不下饭，但我当时选择静下心来分析全球航线和资源分布。我发现当恐慌达到顶点的时候，资金反而会向最实在的硬资产聚集。那次我选择相信这份底层规律，结果证明在混乱中保持冷静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当大家都在风暴中奔逃时，你已经提前找到了一座坚固的灯塔。我曾经亲自去考察过那些巨大的资源产区，那种几十层楼高的采矿机在搬运财富的震撼感，会让你瞬间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底气。那是实打实的资源，是支撑文明运作的燃料。而现在这48小时发生的全球巨变，只是加速了资金撤出风险区，转向稳定区的过程。大户们已经在悄悄调动部位，这就是高手的思维，从不跟情绪硬碰硬，只跟住最真实的需求走。这种在乱局中寻找秩序的能力，才是一个人能否在财富重新洗牌的时代守住家产，甚至实现跨越的关键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，这份稳如泰山的保险柜背后，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护城河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难道除了澳洲，别的地方就没有资源了吗？为什么全世界的目光都要锁定在这里？这就要提到一个小白最容易忽略，但却是职业投资人最看重的核心，确定性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，澳洲给出的偏偏就是最稀缺的承诺。很多人觉得买能源股就是赌价格涨跌，但我告诉你，真正的澳洲能源巨头，他们赚钱的方式比你想象的要稳得多。这就要归功于澳洲能源企业手里握住的大量长期供应合约，这在投资圈里叫做印钞机的保险柜。想象一下，这些公司与日本、韩国甚至是欧洲的国家级电力公司签下的，通常是长达10年甚至20年的合约。这种合约不仅锁定了供应量，还有一套精密的调价公式。这意味着不管外面的局势怎么乱，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已经被提前写在了保密柜的合同里。这种生意模式带来的安定感，是那些每天跟住市场波动心惊胆战的短线投机者无法理解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澳洲能源股更像是一种高配息的防御性资产。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察，我发现澳洲能源龙头的股东名单里，除了那些全球顶尖的机构投资者，还有非常比例的澳洲当地退休金基金。我曾经问过当地的理财专家，他跟我说，我们这儿的人不喜欢追逐那些看不见摸不住的虚拟概念，我们就相信这块土地产出的食物，只要工厂还要开工，家家户户还要用电，这些公司就要负责给股东发分红。这种分红文化是刻在澳洲股市骨子里的，这对我们投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抗通膨的强心针。你想想，在这种购买力被怪兽吞掉的时候，有一份稳定的，甚至会随成本上升而调整的分红入账，那种心里踏实的感觉是任何分析图表都给不了你的。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市场波动非常剧烈，我身边很多人天天盯住盘面，焦虑到脸色发青，但我那段时间反而睡得很稳，因为我心里很清楚，我持有的这些资产底层逻辑没有变，只要全球能源短缺的现状存在，澳洲手里的这些合约就只会越来越值钱。这不是冷血，这是对商业本质的清醒认知。真正的财富是跟住那种有硬资产支撑的公司一起成长。澳洲的天然气、煤炭，那是全球工业发展的粮食。你可能听说过现在流行搞绿色能源，觉得传统资源没戏了，这又是另一个思维陷阱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哪怕绿能发展的再快，在未来的过渡期内，天然气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基载能源。更何况澳洲已经开始布局未来的能源话语权了。
所以你投的不只是现在的产出，你投的是未来几十年的能源主权。这种长线的预期能让你避开所有的短期噪音。每当我看到网络上那些吓唬人的标题时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，回归本质，看谁手里有资源，看谁手里有长期合约。这种看透迷雾后的冷静，才是我们能赚到钱的根本原因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更具体的了。既然澳洲能源股这么香，那我们该怎么去挑选？是随便买一家就行吗？当然不是。聊完了澳洲能源的长期护城河，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前货的阶段。在这种极端局势下，具体怎么操作？很多人一看到能源价格跳空上涨，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热血上头，冲进市场，看到只要名字跟能源有关的股票就盲目梭哈。这就是我说的送人头行为。在这种动荡时期，你必须要有像猎人一样的冷静与耐性，尤其现在全球航线大乱，资金疯狂找出口的时候，市场随时会因为一个突发的传闻而产生剧烈震荡。首先你要明白，现在的局势不是短期跳动，而是一场能源全球版图的长期大洗牌。这代表相关资产的价格不会一路垂直往上冲，它会涨3步，退2步，伴随着各种短线获利盘的涌出，搞得你心慌意乱。所以我给你的第一个实战建议就是分批进场，拒绝梭哈。我以前认识一个投资人，他看准了大潮，结果在最高点一把砸进去所有积蓄，隔天遇到短暂回调，跌个几个百分点，他就吓得魂飞魄散，直接割肉出场。结果再过1周，趋势确认后，股价直接翻倍，他只能坐在家里拍大腿。这就是心理素质没跟上认知。你要布局的是澳洲那份远离战火的确定性，所以你要把资金分成3到5份，在股价每次因为新闻热度暂时降温而回调，大家都觉得涨完了的时候，冷静的吃进去。再来，我们要聊聊怎么选股。澳洲市场上有很多小型勘探公司，名字取得很好听，说什么在西澳某某荒地发现了下一个巨型气田，这种股票小白现在千万不要碰，那种叫妖股。在这种全球供应链可能中断的背景下，他们随时会因为融资成本飙升或者设备运不进来而崩盘。我们要布局的是能源界的航空母舰，比如像 Woodside 或 Santos 这种巨头。这些龙头公司不止自己有生产能力，他们还拥有别人拿不走的基础设施，像是液化天然气的处理终端和深水港口。当小公司还在为战争导致的保险费和运费飙升而发愁时，这些大公司已经在享受全球能源溢价带来的超额利润了。而且这些龙头公司在澳洲经济中占据住大而不倒的地位，政府会倾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出口通道，这才是你在战火纷飞时最需要的保险。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个心理陷阱，叫做过度恐慌症。当这2天的头条都在写全球金融体系受威胁，航运保费翻倍的时候，你的本能会叫你把所有资产卖掉，换成现金躲起来。但我告诉你，现金在通膨和能源荒面前其实是最危险的废纸。如果你手里握的是澳洲能源巨头的股权，你握住的就是全球都跪住求你要的食物资源。只要全世界的工厂还要开工，交通还需要燃料，这些资源就永远有价值。我自己在操作时会设定一个情绪闹钟，每当新闻标题最惊悚，大众都在抛售澳洲蓝筹股的时候，就是我安静检视口袋名单的时候。这种逆向思维是我在市场生存这么多年最核心的体悟。关于未来走势，我大胆预测接下来的1年，澳洲能源股会经历一个估值重塑，全世界都意识到没有澳洲的稳定供应，全球工业会面临停摆，这种认知的反差会带来巨大的股价推动力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观望，请至少先开始关注几只标杆股，别等到了全市场都在吹捧澳洲能源神话的时候，你才后知后觉的冲进去当最后一棒。投资建议讲完了，心法也教给你了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因为在这种极端动荡，甚至连避险资产都在重新定义的市场生存，你还需要一份能让你彻底安心的终极底牌。其实说了这么多实战策略，我最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种跨越动荡的心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没办法控制地缘冲突会持续多久，也没办法控制全球供应链何时能恢复正常。如果我们每天只会盯住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新闻标题，焦虑抱怨，那生活真的太苦了。但我希望你们透过今天的深度剖析明白，当你开始观察全球资源的底层流向，开始懂得在避风港中布局硬资产，你就从一个随波逐流的受害者变成了冷静的参与者。你不再是那个看住物价上涨而不知所措的普通人，你是一个在暴风雨中懂得提前修补屋顶，甚至还能利用风力来储存能量的智者。这种掌控感才是投资带给我们最大的财富，它让你即便在外界局势变得陌生而混乱的时候，依然能保有那份难得的从容。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能在这种财富大洗牌中保持冷静，那是因为我经历过太多次以为是末日结果却是机遇门槛的循环。在市场里待久了，你会发现钱其实是流向那些心定的人。如果你今天听完我的分析，明天看到盘面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心跳加速，那说明你的仓位太重，或者是你对这份资产的本质认知还不够。投资澳洲能源不是让你去赌一个短期的数字跳动，而是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全球陷入资源焦虑时，你可以淡定地对家里人说，没关系，我们提前在最稳固的地方种下了种子，这就是我们努力研究、努力布局的全部意义。好，现在我要送出那个说好的 bonus 了，这是我今天最想交到你手里的隐藏版保命符，也是我私下资产配置中最核心的一环。如果你正准备在这次变局中进场，请记住这4个字：核心资产组合。在极端动荡的时期，我不建议你把所有希望全部压在单一的产业篮子里。我的保命法则只有一个比例，用 70% 的资金布局像澳洲能源这种代表文明动力的资产，因为它能帮你主动出击，帮你在混乱中夺取溢价。但一定要留 30% 的资金去配置实体黄金或者是全球最顶级的避险资产。为什么？因为能源是这个世界的引擎，而黄金是这个世界的最后底牌。当能源资产帮你赚钱对冲通膨的时候，黄金能帮你守住极端情况下的价值底线。这套能源加黄金的组合拳，就是我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里依然能睡得安稳、笑看风云的真正底气。能源让你在繁荣时飞得更高，黄金让你在动荡时落得更稳。这个 bonus 看起来简单，但真正能彻底执行的人，才是那个能在时代更迭中留到最后的人。最后，我想对一直看到这里的你说声谢谢。在这个快节奏且充斥着碎片资讯的时代，你愿意花时间静下心来听我拆解这些深层的财富逻辑，这本身就说明你已经具备了赢家的特质。财富不是等来的，是你看准机会，克服本能恐惧，果断出手换来的。听了那么多，我知道你现在脑子里一定在想，逻辑我懂了，机会我也看到了，但具体到澳洲股市那几千只股票里，哪一只才是真正具备翻倍潜力的黑马？哪一只的派息最慷慨，合约最稳？说实话，我手里确实有一份私藏的澳洲能源3剑客名单，这是我研究了整整3年，结合了这次伊朗战事升级后资金流向大数据筛选出来的精华。但我今天不打算在影片里直接公开，为什么？因为投资这件事，我只想带领那些真正有心、愿意深度思考的人一起前进。如果只是随便听听，想拿个代号就冲进去的人，往往是亏钱最快的那一群。所以我想跟你们做个约定，如果这部影片的点赞和留言真的很多，比如留言区有超过500个人跟我说想看澳洲能源私藏名单，或者大家对其中某个细节讨论得非常热烈，那我就会感受到你们的诚意。我承诺一定会再专门录制一集视频，把那几只我个人重仓，且我认为在未来1年最有机会爆发的具体股票代号、买入区间还有止盈策略，全部毫无保留的公开给大家。所以如果你想看这份名单，现在就去留言区告诉我。当然，在影片的最后，我必须尽到我的责任，提醒每一位在听的朋友，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，包括对伊朗局势的判断和澳洲能源股的分析，纯粹是我个人的经验总结和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特别是在现在这种飞弹满天飞的极端动荡时期，任何投资都有亏损的可能，所以请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，做最冷静的评估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，你的每一分辛苦钱都要由你自己来把关。最后，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这2天刚爆发，连杜拜都受到波及的世纪动乱中，你觉得是该守住现金等通膨吃掉它，还是该像我说的一样，勇敢的去布局那些远离火线的硬资产？你最看好澳洲的哪一种资源？是天然气、煤炭，还是更长远的油矿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在留言区交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哪怕有一句点醒了你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关注、按赞并分享给你身边正在焦虑的朋友。你的支持就是我顶住战火，连夜为大家拆解财富密码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